各位，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终于用上旗舰处理器啦！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在去年的时候，小米首次把 Pro 版本的小米平板带到国际市场，并且不只有 Pro 版，连国际市场都非常罕见的柔光萤幕版本都一起推出了。我手上的小米 Pad 7 Pro 柔光萤幕版也就一直用到了今天。这个超级细腻的雾面玻璃真的是用过都懂，手感跟视觉都很舒服。而今年全新的小米 Pad 8 Pro 直接不演了，从去年采用次旗舰定位的 8S Gen 3处理器，直接换成了 8 Elite， 也就是高通真旗舰系列的处理器。虽然不是最新的一代，但这完全不影响这台的风采。因为就算不是 8 Elite Gen 5， 小米 Pad 8 Pro 依旧是目前台湾唯一的高通8 Elite 旗舰平板，也是目前在台湾市场也能找到效能最好的高通平板。所以我们也不废话，直接摊开这次小米 Pad 8 Pro 的重点规格表，详细对比到底升级了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不只是换壳，整体还是有所更新的。首先是处理器，从上一代台积电4奈米的次旗舰 8S Gen 3，直接上到了台积电3奈米所打造的高通8 Elite 旗舰处理器。光是在效能上，就比上一代的小米 Pad 7 Pro 在 CPU 单核上有着 54.9% 的大幅提升。多核的提升更是来到 79.8%， 已经来到了将近 1.8 倍。那如果再对比前一代的小米 Pad 6所采用的 Snapdragon 870，这代的单核已经翻到 2.35 倍，多核更是直接来到 2.74 倍，完全不是同个世代的产品了。高通8 Elite 真的是近几年 Android 阵营最有记忆点的一代作品，算是完全翻身之作。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到 GPU 效能，8 Elite 对比上一代 8S Gen 3也是没在跟你废话，直接就是超过2倍的效能表现。对比 Pad 6采用的870，更是来到了非常夸张的 5.2 倍巨幅提升。你应该可以懂为什么我说用上8 Elite 非常舒服了吧？那不止如此，这一代小米 Pad 8 Pro 的续航也从上一代的8850毫安时，再次把电池拉大到9200毫安时，搭配上67瓦快充。而在萤幕上，则同样采用了 11.2 寸 3.2K 140Hz 的 LCD 萤幕，并且有着以平板来说亮度很足的800尼特最大亮度，也有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的双授权。那重点是，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同样引进了一般亮面玻璃，以及真的很推荐你们到现场玩玩的柔光萤幕版。在萤幕的表面，小米同样用上了 AG 抗眩光以及 AR 抗反射涂层，可以降低 70% 的外部反射。并且小米采用的雾面处理是非常细腻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取了雾面降低反光的特性，但在正常观看距离之下，几乎没有干扰阅读的雾面噪点。除此之外，经过我们实测，小米 Pad 8 Pro 同样可以成功连上 WiFi 7以及6 GHz 的频段。对了，这次还有一个小地方，就是这代的储存部分，256GB 以上的版本都用上了 UFS 4.1 的 ROM。并且在记忆体部分 ，8GB 版本用的是 LPDDR5X，12GB 则用上了峰值更高的 LPDDR5T。需要留意的是，这一代标准版跟 Pro 版的定位跟上一代完全不同。这一代小米 Pad 8标准版实际上用的是 8S Gen 4，也就是去年 Pro 版的下一代。而今年的 Pro 版则往上走了一阶，用的是8 Elite 处理器。所以简单来说，今年的标准版其实比较像是去年 Pro 的下一代。而今年的 Pro 版则更像是比去年 Pro 高一阶的产品。那这个定位改动也完全反映在售价上了。小米 Pad 8 Pro 因为用上了效能更高的8 Elite， 定位往上拉到旗舰，又遇到了记忆体之乱，价格果然如预期往上走了，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代高了4000。但首播官方同样有活动，最便宜大概会是16000到1700起步。但是今年标准版的小米 Pad 8因为用的是 8S Gen 4处理器，所以起步价也来到12999了，所以一来一回，感觉首播 Pro 版还是有所优势。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就来把小米 Pad 8 Pro 的所有重点一次讲清楚。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外观我不废话，讲重点就好。今年小米 Pad 8 Pro 基本上保留了相近的设计 ID， 最明显的差异是镜头模组的闪光灯改成了环形设计，整体同样是横向的 ID 逻辑，左上角印着小米 logo，
以及3个可以连上官方键盘的触点。那今年小米同样推出了2种形式的磁吸键盘。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开箱过只有键盘的版本，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借来了悬浮设计的磁吸键盘，并且我们手上的是台湾的正式版本，在键盘上是有注音以及仓节标示的。那这个版本跟友商概念相同，平板会悬浮在半空中，也就有了放置触控板的空间，整体会更顺手。对了，刚好我有入手 Pad 7的磁吸键盘，所以随手帮大家测一下。可以哦。Pad 8可以相容上一代的磁吸键盘。看回机身，顶部同样可以看到 Dolby Vision 跟 Atmos 的 logo， 右侧配有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按键的设计，稳定好用。那不止指纹，同样也支援脸部辨识解锁。音量键放置在右侧。底部的 USB-C 是 USB 3.2 Gen 1的规格，最高可以达到5 Gbps 的传输速度，外接 USB 或是硬碟传输都 OK。对了，小米这次也同步推出小米焦点触控笔的 Pro 版本，相较其一般版本是按键控制，这代也新增了触碰手势，以及16384阶的压力感测。官方也有内建小米创作 App， 可以随意作画，甚至 AI 生成。磁吸充电同样放在机身右侧，吸附上去就会自动充电。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来看这次有感提升的效能表现。我们手上的小米 Pad 8 Pro 是最顶规的柔光萤幕版本，采用的是由台积电3奈米所打造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搭配上有 LPDDR5T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4.1 512GB ROM 的版本。在 CPU 效能上，相较起上一代，单核来到了 1.54 倍，多核更是来到了将近 1.8 倍的效能表现。而在 GPU 上，我们同样来跑更能完整发挥效能的 3D Mark Wide Extreme 8 Elite 对比上一代的 8S Gen 3，直接冲破2倍，换上大8的效能就是舒服。理论效能我都快速带过，直接进入到游戏实测环节。我们同样维持26度的室温，并且开启游戏效能模式进行实测。我们首先还是来测效能测试软体原神。今年用上8 Elite 的小米 Pad 8 Pro 轻轻松松，直接拿下原神平均 59.9 帧的好表现，并且8 Elite 稳蛮多的 ，1% low 也从去年的 28.8 帧直接拉到 50.1 帧，并且平板的散热压力是小很多的，正反两面也就落在34度上下。除此之外，用上8 Elite 的小米 Pad 8 Pro 在平均功耗上也从上一代平均 8.4 瓦，进一步降到了 5.6 瓦。也就是用上一代 66% 的电跑出更稳的游戏表现。那我们继续把强度拉高，来测崩铁最高画质。经过我们实测，小米 Pad 8 Pro 也是轻轻松松拿下了平均 59.6 帧的好表现，对比去年的平均48帧，提升来到 24.1%， 1% low 也从 24.8 帧来到顺跑的 36.7 帧。正反两面的散热同样也没什么压力，控制在38度上下。平均功耗也从 8.3 瓦进一步降到了 7.8 瓦，对于平板来说压力不大。整体来说，8 Elite 的平板还能出什么乱子呢？不过测下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块柔光萤幕。前面有提过，抗反射效果很好。那以游戏场景来说，它还有另一层 buff， 就是手感非常顺。因为小米用的是超级细腻的雾面处理，手感很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买柔光版的话就不建议贴保护贴了，要不然也是1秒变回亮面萤幕。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要亮面还是雾面版本。不过说到这边，身为2026的旗舰平板，光有效能肯定是不够的。在帮你的频道，我一定会详细看的，还有平板的系统、生态以及 AI。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预载了稳定性比上一代好蛮多的小米 HyperOS 3，我们就一个一个功能来看。首先，小米平板同样可以跟自家的小米手机做到 HyperConnect 无缝串接。那设定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到设定页面找到装置互联，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所有可以串接的功能了。大部分的功能我们先前就已经有详细聊过，
所以我们这集会快速带到重点功能。详细的使用教学可以参考去年的小米 Pad 7系列的评测影片。那首先是小米妙享桌面，这非常实用，你可以把小米手机直接串上小米平板。那前置作业也很简单，只要确认你的系统版本相容，两台都登入同一个小米账号，并且都打开装置互联。那在平板的工具列这边就会自动出现手机的 icon， 只要点它，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现在你可以直接用平板操控你的手机，拿来看 Uber Eats 送到哪里，收个简讯验证码都很好用。另外还有跨装置相机，你可以在视讯会议的时候用手机的相机去拍文件、产品之类的，然后无线分享到平板上面。说到会议，小米好用的自动补光、人物居中、手势特效、即时翻译这些会议工具也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小米平板还支援跨装置通话，有电话来的时候，你看，不止手机会响，平板也会响，你就可以直接透过平板接电话，不用去找手机。但目前还是只能接电话，简讯就要用妙享桌面了。还有个我很常用的功能，叫做一碰秒传。简单来说，平板的右上角有 NFC 天线的区域，那我如果想把手机上的照片传到平板上，有个超级直觉的方式，就是开好照片，敲一下平板的右上角，你看，它就透过小米互传传过去了，一气呵成，超级方便。另外，小米也有跨装置剪贴簿，也就是你在平板和手机复制的东西都可以马上互通。比如说你在手机上复制好一段文字，就可以直接在平板上按 Ctrl+V 贴上。你看，刚才复制的东西就过来了。对了，我们之前还有介绍过应用程式接力，可以把手机跟平板的 App 打通，切换装置的时候接续工作进度。那还有，只要下拉控制中心，找到这个 icon， 就可以把小米平板变成类 PC 体验的工作台模式，透过视窗的方式开启 App， 会更容易做到文书操作等等。这些在先前的影片都有讲过，我就不再赘述。我想把时间留在我觉得平板最好用的功能之一，叫做无线副萤幕。这个功能只要你的电脑相容就可以用。比如说，我只要在 Windows 电脑按下 Windows 加 K， 你看就会出现小米 Pad 8 Pro 的选项。点击连线之后，你看现在平板就变成电脑的第二萤幕，拿来多工、做报告或是单纯放聊天视窗都超级实用。而且你还可以用触控的方式操作电脑哦。重点是在小米平板上，不止 Windows 可以把平板变成副萤幕，你也可以透过 MacBook 直接把画面投放到小米平板上面。讲完了生态，我们同样快速来过一次 AI 功能。我相信大家最有兴趣的还是图像相关的 AI。目前在小米相簿里面，同样有各种 AI 生成的功能，比如说 AI 扩图，你可以请 AI 帮你生成更多的照片画面，然后再随意裁切成你想要的画面尺寸。又或者大家最常用的魔法消除，总共有去雾、去人、去反光、手动消除4个选项。比如说有路人乱入，你就可以用智慧去人，你看人就消失了。如果去动物园玩，照片有反光，那就可以用反光消除把照片救回来。而天气不好的话，就来用小米最经典的 AI 魔法换天，出去玩遇到烂天气可以江湖救急一下。另外还有背景虚化模拟景深，以及魔法去背2个功能。那包括先前介绍过的 AI 妙画，只要透过小米创作 App 随便画个几笔，就可以请 AI 帮你生成。又或是 AI 写作、AI 对话翻译，也就是 AI 翻译，帮助你跟外国人沟通。还有 AI 试音，也就是 AI 可以自动把你的录音内容转成逐字稿，并且如果有不同人在讲话的话， AI 也会自动区分现在是谁在说话，转出来的逐字稿也可以做到 AI 摘要、AI 翻译等等，非常实用。还有 AI 同步口译，比如说你在线上会议，就可以即时翻译会议中的对话内容。还有大家很喜欢的 AI 即时字幕，可以即时翻译外文影片，然后显示出中文字幕。除此之外，各种 Google 统一分发的 Gemini AI 也没有缺席，像是按住底部导览列就可以叫出 Circle to Search。还是那句话，只要遇到不知道的事情，马上圈起来，答案就出来。除了可以找东西，那现在也可以翻译，甚至可以帮你找歌，就算你随便乱哼，你也能找到。
那也有 Gemini Live， 可以跟 AI 随便乱聊。这些重复的 AI 功能，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只讲重点。需要详细介绍跟教学的朋友，同样可以参考去年的 Pad 7评测影片，我们都有详细介绍过了。而在续航表现上，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用上了更大的9200毫安时大电池。如果你比较在意续航表现的话，其实可以选自动萤幕更新率即可，系统就会自动在60 Hz、120 Hz 以及最高140 Hz 自动切换。经过我们实测，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小米 Pad 8 Pro 拿下了9小时32分的成绩。那这个表现就比上一代的8小时46分，大约又提升了 8.7%。而在充电表现上，小米 Pad 8 Pro 采用的同样是67瓦的快充。在邦尼的0到100快充测试中，小米 Pad 8 Pro 30分钟充满 55%，1小时充满 97%， 完整充满则是耗时1小时10分，跟去年的1小时18分非常接近。以9200毫安时的大电池以及平板大多是在室内使用来说，这个充电表现也够了。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平板最重要的萤幕表现。在萤幕硬体上，今年的小米 Pad 8 Pro 基本与上一代规格相同，同样搭载了一块 11.2 寸 3.2K 解析度、支援140 Hz 高更新率的 LCD 萤幕，同样支援最高 Dolby Vision 的 HDR 串流格式，并且受益于 LCD 的优势，这块萤幕同样采用 DC 调光做到无频闪，并且有硬体及低蓝光，也可以做到真彩显示，也就是自动根据环境调整萤幕色温的功能。另外也有阳光模式。对了，建议到萤幕锁定里面，把台起自动点亮萤幕以及末萤幕自动点亮都设定好，使用上会更顺手。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亮度实测环节。经过我们实测，小米 Pad 8 Pro 在 HDR 亮度表现上，可以达到超越官标800尼特的亮度表现，来到870尼特的峰值亮度，会是前段班的 LCD 萤幕亮度。接着，我们来测色准。我们同样所有模式都测了，讲重点就好。经过实测，今年的色准好蛮多的。如果你想要有比较好的色准表现，记得选择专业原色模式，然后把色温调整成暖色。那在这个模式之下，小米 Pad 8 Pro 柔光萤幕板可以达到 99.3% 的 sRGB 以及 97.96% 的 P3 色域覆盖。那重点是色准，在这个设定之下，今年的 CCT Delta E 只有 0.9， 这个数字小于2就已经是很准。小于1就是非常顶级的色准表现。那重点是 sRGB 的平均色彩 Delta E 只有 0.68， 这个数字同样是小于2就很准，小于1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最大 Delta E 甚至只有 1.69， 非常非常准。看到这边，看在我们同样测好测满的份上，记得订阅邦尼支持我们，订阅完全免费，但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当然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的按钮，或是加入频道会员，直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参考价值的实测内容。谢谢你们。好啦，说回来，这次在外放表现上，小米 Pad 8 Pro 同样采用左右总共4组的喇叭配置，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也有多应用程式音量调节的选项。片尾我们会提供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随后稍微带一下相机规格，小米 Pad 8 Pro 在相机上基本上与先前保持一致，同样是一颗5000万主镜，最高可以录制 4K 60的影片，搭配上一颗3200万广角自拍镜头的配置，并且感光元件也跟上一代完全相同。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